你看這城牆上面啊，密密麻麻的，到處都是射擊的槍孔。這在過去啊，真是一個不錯的防禦要塞。城牆大概的高度啊，我估計應該得有7、8米了。最高的地方，這個瞭望塔應該得有10米了。階梯蠻陡的。哇，這上面啊，全部是射擊的孔洞。你看，四周都是。以前的家丁啊，就可以在這裡啊，保護這個莊園。看一下外面，能看到底下嗎？你看，眼前啊，這個像牌楼一樣的建築，是不是還蠻像教堂的？那這裡啊，便是郭老板的舊居了。這樣，哇，這是過去的大門，木質的，非常的粗。这高度的話，我估計得有3米多，接近4米了。哇，在他房间裡面了。这應該是中庭吧，還是蠻寬敞的。你看左右兩邊啊，上面都有浮雕，還有壁畫。哇，這是鯉魚哎，周圍還有一些梅花和一些文字吧，看不太清楚了。你房間裡面，周圍有一些窗戶，窗戶建造的還蠻高的，而且你看這個鐵柱啊，都已經鏽拙了。這玻璃啊是看不出去的，有點像那種教堂的玻璃。教堂的彩繪玻璃嗎？沒有電。這一面是仙鶴，上面還有一些梅花。房間都差不多。也蠻寬敞的，這大概有30-40個平方米了，就一間教室這麼大。2層高，這圍起來的。你左右兩邊啊，全部都是歐式的立柱。古老的木門，嘿，這邊還能看到有一些國旗，右邊是5星紅旗，左邊是什麼81還是什麼？哇，這裡是上去的階梯了。房屋裡面都比較的相似，都是這種方方正正的。所以你可以看這個建築啊，當年的規模真是不小。哦，你看这個木階梯還蠻有意思哎，它是這種轉折的階梯，一直上去，可以看到最頂層，一共有3層。試一下，比較的窄。上面還有一層，這是2層。哇哦，你看這木梁，哇，粗大的木梁啊，上面一共有4層。每一層呢都是祥雲，
彰顯了氣派啊。特別深的一個走廊，每一個房間并不是很大。哎，你看这些。哦，这裡是射擊孔洞，裡面很大，越到外面呢就越狹窄。哦，這個房間裡面，你看，還有下去的階梯。上面有一個階梯是通向閣樓的，應該是通到最頂端吧。我這階梯特別的陡哦，應該挺完好的，試一下。哦，通向這個閣樓了。你看，那個窗戶上面還寫上了一個“全”字。這有一個開關，沒有電。周圍一圈啊，全部都是射擊的孔洞。是一個功能齊全的防禦的要塞。哇，有點陡哦。哇，你看這裡有多深？每一扇門啊，都是有一個木門把遮擋住的。這外圍這一圈應該都是家丁啊，或者說是一些士兵啊，平時居住的地方。裡三層外三層的，你看我們又轉到這裡來了。上面有一些水墨畫，還有喜鵲。哦，這裡就是天台了。剛才我們看到的那個教堂一樣的門樓啊，就這裡了。這裡同樣也是一個瞭望窗口，你看，看出去啊，外面就是一片稻田吧，風景還是蠻漂亮的。那下面。那這棟老宅啊，是在1920年代由郭老板委託他的父親呢修建的。那話說這個郭老板是何許人呢？那便是郭松年。說他早年的時候啊，曾去日本呢留學過，後來回國以後啊，便擔任國民黨的參謀。然後在1918年的時候呢，他因為污蔑並殺害了孫中山啊，向各地派往的那種招募的人員吧。然後在第一次越桂戰爭，就大約在1920年代的時候啊，當時越桂戰爭失敗以後呢，然後他就攜帶着他家人啊逃往了上海，因為上海當時是租界嘛。但是非常倒霉的是呢，他去到的那個地方啊，竟然受到了襲擊，然後除了他以外，所有的他的家人啊，全部都遇害了。後來郭老板回到這裡以後啊，好像自稱是武宣中學的創始人吧。不過在1950年代啊，這個郭老板因為他參與了當地的土匪的暴動，所以被政府給處決了。真是多災多難，或者說是悲慘的一生啊。這個莊園看上
上去還蠻新的耶。没錯，因为平时这裡算是一个小众的旅游景點吧。這是我們今天路過這裡的時候偶然發現的，幾乎沒有遊客，但是當地的政府應該是做過一些修繕吧，所以看上去還算是蠻不錯的。好吧，那這裡啊也就是這樣了。那我是阿森，我是小思。現在呢，我們在這個偶然發現的郭家莊園，那我們的旅行啊又將繼續。那我們下期再見。你這階梯啊，真是蠻陡峭的。上面這都是木質的哦，這扶手依舊是比較的新。处處都彰顯了霸氣。你在樓下，上面還有一層，這剛才我們上去的階梯，是不是有點像那個《生化危機》的縮小版？就是那個《生化危機》1代的那個古堡。這麼多的房間，曾經郭家啊，也一定是一個大戶人家了。它裡面的家丁，各種各樣的人員吧，配備齊全啊。這邊應該是傭人的房間吧？這房間並不是很大。這就出來了，再看一下這個門樓，和上一次我們去看的那個玫瑰教堂啊，是不是還蠻像的？很氣派，各種各樣的浮雕窗花，還有文字啊，彰顯了豪華。剛才啊，我用空拍機就發現，竟然在這個古堡的外面還有一個半圓形的水池。這個水池在過去啊，一定是特別有講究的，因為從風水學的角度來講，這樣的風水布局啊，那不真是人丁興旺、招財進寶嗎？不過很可惜啊，這個郭老闆呢，卻是這樣的一個命運。